谢谢生日蛋糕，怎么啦？你 birthday 啊？你 birthday 啊？晚上好。我跟你们讲，点进我直播间，我应该先发好一个弹幕，我发好一个标题说，点进来听油腻气泡音。谢谢想不想我呀送的夜蝶，谢谢。白琴最后1分钟，反正我就是想跟你们说一声白色情人节快乐。谢谢想不想我呀送的夜蝶。哎，我是不是讲了？我有点忘记了。我的脸又变小了，我震惊。我现在照镜子，我都震惊了。直播还大一点。对。对，今天嗓子哑了。我现在在中心，因为刚刚排了别的东西。谢谢明天再戒汤送的高级马卡龙。就不是喝水的问题，是我撕扯到的我的嗓子。我都不知道我明天要公演，没办法。谢谢绿色魔芋爽送的夜蝶。宝娟，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也有正常的时候了。像现在，明天是哑嗓版的圣诞妮，但有可能明天会好一点点，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哑。谢谢不吃刀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不吃刀。没关系，我现在觉得一切发生即有它发生的点，可能我还是比较太年轻了，算了，多经历一些吧。金嗓子，我有龙角散，之前粉丝有送我龙角散，我弟跟我说龙角散在他们学校是流动的货币，说是可以拿龙角散换好多东西，他们都需要龙角散，震惊了。为什么？龙角散确实好用，硬通货，对，也确实好用。它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谢谢小河鱼儿送的高级马卡龙。对，我吃的也是那个粉末状的，我觉得那个糖太甜了，那个粉末状的好一些。我今天其实比较难受的是我肚子比较痛，我救救我！为什么大姨妈第一天，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昨天我那么脆弱了。我是属于那种第一天、第二天很痛，但是前一天我会很难受、很暴躁，每个月都如此，每个月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肚子很痛，然后我因为前面没有吃早餐，我就没吃龙角散，吃完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肚子还好，没那么疼，然后大出汗，就去洗了个澡，现在然后就出来这边工作、直播还有别的东西，但我现在好多了。我很容易痛，因为我的作息不是很好。生理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用觉得聊这个东西很糟糕或怎么样会不好，这很正常，没什么。今天我跟敢敢在直播间的元宇宙直播间在聊，你第一天，我说是第一天，好痛。中药调理什么？调理我的取向吗？别喝凉的，我没喝凉的，我今天去外面，那个喝的都是罐罐烤奶，都是辣的，呸，都是烫的。谢谢侄女送的皇冠，加冕。侄女总是来的很及时啊。
反正我现在又不算特别怎么样，等我再火一点，我再闭嘴。然后，明天我还是比较担心，我明天要是唱歌很奇怪怎么办？我的妈呀！迟一来10点，变成气泡音油腻唱歌，我受不了我自己。谢谢小湖南大木林送的高级马卡龙。大家是不是都睡了？我试唱一下。没关系啊，店员的时候你们跟我讲就好了，我听嘛。应该大家都有分享欲吧？我也可以讲，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清楚我讲，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清楚我讲什么。对啊，夹起来。我哑了，是因为我嘶吼了一下，然后就哑了。我太难受了，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然后就哑了。但我现在还好，没那么难受了。有雌激素的影响也有，还好不痛，就是讲话哑而已。中药调理一下，好。哦，孕激素啊，宝娟，今天看起来光白，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但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在镜子里面好看一点。我感觉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没有镜子里面好看，为什么？顶光吗？为什么？我今天妆化的好淡。谢谢阿 A 送的高级马卡龙。哎，之前有粉丝跟我说，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我记住？我说你一般常出现我都会记住。他说不是，是怎么样能让你快速记住？是我在重庆的时候握手的时候，粉丝跟我讲。我说我就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你下一轮我再回答你，我得仔细想想我一般是怎么记住粉丝的。你们也好奇吗？谢谢像水瓶，谢谢像水瓶的双鱼送的高级马卡龙。举例子，比如说有一些硬性记住的，关于我心虚，这有点心虚。谢谢白雪公主拍预言送的夜蝶。就是看到名字我就会想起来某一件事情，就很印象深刻的也有。比方说，我抽到了3排17的人，但我看错了人。就我抽到了他，要给他唱歌，结果我看错人了，也有过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说我下次要当他面握手会的时候唱给他听。然后呢，我击掌的时候也逮着他多讲了2句话，就觉得，但是我就记住他的名字了。我以前会有点难记住但这种事情我真的太记住了。然后主要如果他很不开心或者很负能量的话，可能我也会有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就想着没缘分了，算了。但他不是，他居然给我发，谢谢雨琦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他居然给我发，他说没事宝宝，这样子好像能够让你更记住我了，我其实也觉得挺开心的。他好懂事啊，我就觉得这种我一定要记住你。谢谢，要开心呀送的高级马卡龙。对这种事情我喜欢乖乖懂事的人，我不喜欢无理取闹的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挺无理取闹的人，我感觉我这是对于
对于北哥啊，还有科科啊，他们我都会很无理取闹，就亲近的人我都会。然后我觉得我跟粉丝的关系应该是亲近一点的，那我无理取闹，你就不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样让我记住？比方说，谢谢黄五岁的平安是大猪头子送的皇冠加冕，谢谢黄五岁。比方说，在网络上建立了，我先说线上的，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周期。比方说，我一直知道你，然后我也对你很好奇，直到就是你说要记住脸，就是到线下见面的时候，然后报 ID，我就回想起啊，我知道我之前刷过他剪辑我的视频，哦，他那个剪辑视频怪摄的，我记得，呀，这个视频剪的呀，我怪恶的，然后呀，这个视频我剪的，我们嘚儿呢我，然后呢我就记得，然后就原来是你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还有要么就是那种数据组，他很会打头，老出现在我转发首页的第1、2、3条，就是因为他用他的号打头嘛，可能就做数据组的任务，就总会出现，就跟亲朋好友转发你微博似的。我就每次点开都能看到这些 ID，我就记得这些。剪得很有特点，对。谢谢诺诺的炸元宵送的高级马卡龙。然后，还有就是经常被我念到 ID 的人吧，对，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粉送我礼物，然后我就会念到他的 ID。以前不是没怎么念 ID 嘛，然后后面我就习惯了，总选念之后习惯了，我就一直念 ID。我觉得还是会有个印象在这儿，因为有些名字你不念它，就像你读书，我觉得读书就真的要读出书来，就念出来，我才会记住，就跟学 rap 一样，你就唱多几遍就记住了，就念多几遍你就。有个印象，首先你先有一个印象在那，但是你在生活中，假设有个人在有个人叫做喝椰奶，假如说有个人在喝椰奶，然后呢你在 ID 要喝椰奶，就谢谢喝椰奶送的什么，谢谢喝椰奶嗨喝椰奶喝椰奶今天怎么，然后有一天你在生活中在买东西，姐妹说你喝不喝椰奶，就喝椰奶，我有个粉丝叫喝椰奶，对。就会有这样子，然后有个印象在的时候呢，可能这时还没有光看文字那么认识，因为跟脑补出来的人长相有关嘛。就像你们现在，比如深打爷爷，谢谢你送的高级马卡龙。比如说你每个 ID 出现，我会脑补一个他的长相。谢谢薛苹果送的高级马卡龙，但是这时候还不知道真人长什么样。其实最好的就是我还没那么脑补到他的长相是什么样子。谢谢无理高山清茶送的高级马卡龙，然后我就是直到见到面的时候跟我讲说他叫喝椰奶，我就你是喝椰奶呀，然后就会有个脸的 double 加的认识，然后我在那个直播下一次又念到他名字的时候，我就浮现他的脸，就会有这个多次印象。谢谢叶叶叶送的礼物，谢谢小河鱼儿送的夜蝶。对，脑补的差距很大，就会变成我 ID 也记得，人脸也记得，就是对不上号，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粉丝已经习惯了。谢谢小花发送的夜蝶。对，这种就是我如果说自己脑补的他，比方说我脑补他是个特字，结果真的见到面的时候发现他是个双马尾的萝莉，我就很难记住了。谢谢小花发送的夜蝶。就比如说这个人，我一直觉得他是个男生，结果见到面的时候发现是个女孩儿，我也会很难记住。就比方这，我觉得她是个很温柔的大姐姐，结果是个男孩儿，这种我也需要
就是我觉得脸也记得，ID 也记得，但有那个 ID 和我脑补的那个画面的那个人的长相太像，太有反差，我就会比较倾向于我脑海里面记得那个样子。真有这样子的。对。还有，我还是比较会记得一些，就是常出现，或者是，你看我之前也会念，就是青春盛典的那个表，我也是想说记住，就跟我那个时候喝奶茶啊不喝椰奶一样，就是你念了就有印象，我下一次在他见到我的时候报 ID 了，我会知道哦，这个人出现过在我的世界里面，有支持过我。就是想要我变得更好，支持我的事业，而且聚沙成塔本来就很不容易。我前几年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希望，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不太可能实现就算了。然后现在就是大家都是一起就是想一起去聚沙成塔，成就了一个很厉害的那种成绩。那我觉得都是力量，所以我就想每个都念一遍，我就知道有个印象在这儿。下一次我可能就对，下一次我可能在生活中提到这个词，我就会想到我有这么个粉丝。对呀，千言万语还是一句，你只要常出现，我想忘都难。谢谢艾妮科的 butterfly 送的夜蝶，小蝴蝶儿。就比方这个我也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给我看他的身份证叫蝴蝶儿。我说你爸妈是风象星座吧？他说对啊，他爸爸妈妈都是风象星座。谢谢小仔仔鱼送的权杖。对，这种我也会记得很清楚。对，谢谢目标是广州白云 T1送的夜蝶，我也记得他呀。其实刚刚念的很多 ID 我都记得，不过我也看到新粉，我也很开心，可以开始慢慢认识。就这个我为什么不记得呢？因为你给我剪的视频比我抖音还火，凭什么？凭什么？这份，谢谢风起大碗狐狸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白雪公主排玉圆送的夜蝶。有些本领在身上的哈，小的还没摸透抖音。我的号权重都低。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的好大耳之前拍过一个抖音，然后我跟他说谢谢真真送夜蝶，真，然后我就说我要去评论了，然后呢，他说你真敢啊，我说号很差，捞不到我的，因为我评论了一个巨吓人的一句话，但我就不跟你们讲。就他那个脑壳上顶个鞋子的呀，算了，不说这个了，怕他追杀我。谢谢张格安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张格安，第一次见到的还是第二次见到？谢谢西瓜卷送的夜蝶，好多新 ID 啊！都不睡觉吗，宝们？我去补一下，不翻不到的，因为后来我把它删了，我觉得不太行这句话，自己私下这么讲就好了，我不能这么讲。谢谢超酷 Q 潜意送的夜蝶。好，会见面的，如果我还在的话。谢谢1元007送的高级马卡龙，第一次翻牌回了。
谢谢呼呼啦啦圈送的高级马卡龙，但我比较常翻私密翻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可以跟你们讲，我不知道我性格这样子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谢谢小明同学01226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致敬科比送的高级马卡龙，就是诶，谢谢 NPC 宝送的皇冠加冕，就是谢谢天特白卦送的权杖，谢谢。我会倾向于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的关系。谢谢万万 like DK 送的夜店，就包括跟朋友，包括跟家人，就是有的时候我送给我新粉，好啊，一定要来哦。就比方说我送给我妈妈一个礼物，我就说你只要你自己知道这是我，就是我给你心里，因为他每次都跟阿海阿姨他们说，每见到一个人都提一遍说我女儿送我的镯子，我就觉得别提。然后呢，或者是我不是给他就实现他的理想，他很骄傲，然后呢，他也要提，我说别提，我知道，你可以提的，不要在我面前。对，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在就是其实念信环节，就是我，好，我懂。就比如念信环节的时候也是，就比方说我跟叶尔奇，我们私下就可以聊很多话，但如果说一旦在 MC 上我们两个聊天，我就会浑身有一种别扭是吧？对，不是对你怎么别扭，我跟越不熟的人可能越好在台上讲一些东西，但越熟悉的人，比方说我一到苏珊珊那，一到谁谁谁那，我就会像个嘴巴发育没有完全的一个人，有种被公开处刑的感觉，你懂吗？确实。哎呦，你身材好好呀！我天，这个肚子！你闭嘴！都可以打鼓了！你闭嘴！我真是服了！哎呀天哪！你闭嘴！趁我还没有起杀意。羡慕淑女的了。我抬起来。去吧。你不冷吗？要不穿个外套啊？那边椅子上有个我留的外套。我穿了。哦，行。好，拜拜。谢谢徐墨与悠扬，送的高级马卡龙。哦，这个我也记得的原因是它是双胞胎，然后来了一个，我说下一个不要，我靠，这个世界重启了吧？我就这样的，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重启，都不相信他们俩是双胞胎。后面我就知道了，原来是双胞胎。谢谢张格安送的高级马卡龙。这世界真的 bug 过，这个世界。谢谢发疯 house 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为什么我相信这个世界有 bug？但是我会尊重这个世界的 bug，因为我觉得无形之中会有种神秘力量在保护着我们人类。谢谢千送的高级马卡龙。对，但是我觉得不能太多人知道这世界有 bug，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能量，所以我尊重。谢谢煎饼卷科技送的夜蝶，我可以尊重他们，我也觉得他们存在有他们存在的必要，然后就不去多的去探讨它，但我相信它的存在，绝对是这样子的。别的光辉，完了，我嗓子真哑。谢谢隐藏的人才送的夜蝶，谢谢隐藏的人才。Mate48确实好厉害，他们的饼画的好大。谢谢茶卓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蜡笔小润送的
的高级马卡龙，他们还想推那个形象大使，全球形象大使。我说你们一下给这么多呀？他说对啊。我说真的假的？他说对，就之后就是会把你带到新加坡或者去日本或去哪玩，就是纯玩拍旅拍。哎，我刚说漏了个礼物是谁？对啊，饼花那么大，因为之前这些都没找分团玩，然后有的时候他们来跟我讲的时候，他们把我默认为我是 SH 的，我说我是卷 Z 的，我说你能不能找一下我们广州？他说行。然后呢，这次不就有吗？他讲了一句巨搞笑的话，说你们广州好卷呐、谢谢垂直线 RR 送的高级马卡龙。如果你们大家都愿意为了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很开心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为我不是很擅长会去要求别人做什么，还是随自己每个人的心吧。但是感谢，就是一直帮我打 头的人。小透明的礼物，谢谢小透明送的礼物。我刚有看到一个 ID，但我翻不到了，再翻，闪现过去了。谢谢雨琦送的夜蝶。他 ID 就叫小透明嘛，我也记得我有小透明这个 ID。很长一串，叫什么？谢谢小雨为爱，哎，谢谢铁锅炖新鱼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挖狗狗送的高级马卡龙。肚子好痛，当然愿意，有你们这样说我就很开心。我记得之前蛋包饭也有经历过一次，但我打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入坑没。谢谢明天再借汤送的皇冠加冕，谢谢。明天再借汤，好的，我借不了一点。谢谢莱恩是狮子送的夜蝶。仪式我要当个小透明，这仪式我要当个小透明，为什么？我们要做 I'm gonna be your star, I'm gonna be。你叫什么啊？你的 ID 叫 Hoi 是吗？送的高级马卡龙，看不懂思密达。谢谢，浅浅很漂亮。拜是吗？送的高级马卡龙，看不懂思密达。啊你奈是吗？奈。喜欢我4年咋喜欢我4年我都不知道呢。你默默喜欢我，整这一出在那个学校暗恋的戏嘛？暗恋我怎么不明着跟我说？谢谢小河鱼儿送的高级马卡龙。哎，我觉得有偶像那天我就是以前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偶像有这么多人喜欢。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挺普通的呀，当时能力也没有很强。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点，我好像也能理解喜欢偶像的人，他们就好像在学校里面暗恋一个人，你还会纠结你表白会不会就没办法做朋友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也没有勇气。但这个大家也就不用考虑这么多，就是我喜欢，我就可以大胆的说我爱你，甚至老公、老婆、宝宝都能叫。你要是在学校里面叫你喜欢的人老公、老婆、宝宝，我喜欢你，我爱你，好像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有点颠颠的。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当然，主人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有一点另类、抽象。当然，也有我进步之后真正就是比较看重我实力喜欢我的人也有。你也暗恋我4年，哇哦！对，就是也有，那后面就会有因为我的作品欣赏我喜欢我的人出现了。叫我主人的人不能来接机哦，因为机场禁止狗狗。美貌吸引我，谢谢你。事业粉好，但我事业粉应该很幸福吧？谢谢黄5岁岁平安是大猪头子送的皇冠，加冕。因为我感觉我好多次生气都是为了工作，然后其他事情我都很佛系，但一旦到工作上的事情，我就会很专心。我会注意身体的，但总有人阻碍我的事业，我就觉得很烦躁。就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强大，更强大，他们才不会来沾边儿。对呀，我才不想理呢，浪费自己时间。你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我，那只有我不知道。暗恋的戏码。谢谢，这一世我要当个小透明送的高级马卡龙。哦，苏尼呀，那个什么，之前在学校里面，他们对我的暗恋表达，其实也确实是那种无声感跟我说的。对，比方说有一个人，我以前没什么零花钱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QQ 账号里老是有 Q 币，我想说哪个倒霉鬼啊，每次都充错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个人一直在给我充，他很喜欢我。对啊，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而且隔了1年多吧。对呀，后来就是后来我进公司，他们说要把所有的男生删了，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啊，我们当不了朋友了，然后我就把他删了。我咋知道？人家跟我讲了呀。对，我全删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反正那6、7声是全删，广州都全删。居然是个男的，你都说得出口。你现在还管吗？我们现在社交圈子，我跟你们讲，我这辈子跟男性讲话最多的，除了我老弟和我老爹，还有我跟我爷爷不咋聊，跟我外公偶尔聊一下，1年聊一下，最多的就是我的那为数不多10个手指算出来的男粉甚至比我跟我爹沟通都还久。我们老板我不咋跟他聊，跟他就最多聊一些公事。豪哥人特好，我说豪哥，假设我这辈子是个富二代，我有一个，好吧，我曾经可能是个富二代，现在不是了。假设我是一个超有钱的黄甫妮，我觉得你是最佳管家。他说真的假的？他说那你以后暴富了，一定要让我当管家。我说好的好的。然后我说你到时候如果你老婆也要来里面工作的话，你们俩就异地恋好吗？Jim 一个在我的家就是宅底下工作为异地恋，我房子要这么大。黄甫妮，好哥真的很好，他要是不让我加班就更好了。
对啊，男粉我记得的只有10根手指头。谢谢丹尼斯梦游仙境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丹尼斯梦游仙境。他出坑了。7个？不至于吧？还有吧？我想一下。哦，他也算在上海的，这个在北京。9个？应该有10个手指的，应该是有10个手指，应该有吧。我当然知道，他还回踩我了呢，狗东西！你出坑就出坑，你回踩我，我哪里不记得啊？还跟我是老乡呢，气死我了！记得很清楚，我脑子竟然记得很清楚的。翻小本子，我才不要呢！哼。笑了一下，行。就素。我以前觉得我以前还觉得他特别可爱，因为他跟我说他们玩的一群人都转推其他不，他说当时我有就说他跟我讲说店员的时候说丹妮你有好多男粉，我现在我说哇好的，然后呢他就说我跟你讲，但他们都莫名其妙的出坑了，我说出坑，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出坑了吗？哦，不是啊，就是他们更喜欢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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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我说那这叫转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自己变心了，那这不叫出坑。出坑是我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他觉得我违背了偶像咋地咋地，或者是违背了自己怎么样而出坑，你这叫转推。然后说可是我没转推哦。我说对，所以你很好。然后每次对，然后我就觉得聊天啊什么就跟大家一样，就是正常聊天。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没什么客观，只有立场。对，然后之后他也转推其他人了嘛。然后呢，不管怎么样，就一顿造谣，说我有问题。喜欢上别人之后就回踩我，我觉得很狗，这件事情非常狗，跟小偶像没有任何关系。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这个人太狗了。是的。没有，然后又爽了，哎，不用理，根本不在乎这些。对，这种事情比较多了。回踩就否定以前自己，有可能他经常习惯性否定自己吧。谢谢喜欢吃蒸蛋的小雨送的高级马卡龙。偶尔发微博怀念是什么意思啊？就踩完你然后发微博怀念，这是不是属于乳追呀？我不是很清楚乳追，因为我会喜欢，就是如果我喜欢他，我就会真心诚意的付出喜欢他；如果有一天不喜欢他，我就会跟他保持距离。但是我应该很少见这种类型的人吧。我也粉丝很多，我也没办法完全记住每一个人。我不知道这种，那我不理解，我不是很理解乳追。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对这个人有意见的话，你可以不喜欢他。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好的姑娘喜欢，也没必要去讨厌乳追。对，引起注意这就很下头了。
谢谢选择你不后悔送的高级马卡龙。那能引起我注意的人，只有就是我刚刚跟你们前面讲的那些比较让人深刻印象的粉丝啊，或怎么样。哦，我刚刚聊完让我印象深刻的线上的类型的粉丝哦，然后线上的还没讲完，我再讲一个。就以前我们不是还有48Fun那种游戏吗？现在的话，它虽然还存在，它存在即合理，但是而且是公司出的 APP，但是如果我现在去讲，他们就会觉得我这个等于说，就我现在再去玩这个游戏，我就会被骂得很惨，因为我之前试过了，就是我后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炙热回来的时候玩了一下，然后就说我这样等于说跟粉丝那个握手会。然后我想说，行吧，现在版本没法玩了，但这个也以前还跟粉丝玩挺开心的，围观人也玩挺开心。其实也有别人玩，但只骂我一个人，就没办法这种事情。对呀，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就人跟我说，也有老师跟我讲嘛，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是第二名去提出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大家不会说什么，就会觉得是在试探性的争取。但如果你是第一名去提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拿着第一的身份去压制着，就是什么的。然后二呢又不会去提这个，因为觉得一没有提，那一去提了，枪打出头鸟。就很多时候遇到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就说所以人往高处走，总要去经历一些什么舆论啊什么的，反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问心无愧的事情就行了。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Dato，所以说喜欢我，你们会有点辛苦，因为我一直都处于一个风口浪尖，我不管做什么，我不管说什么，我都会处于一个风口浪尖，大家也应该会理解，谢谢皮卡送的高级马卡龙，没办法，你们犯的是大错铺呀，是的，无所谓啦，骂就骂呗，说的好像我不说就不骂我似的，讨厌。对，是这样子的。没人骂我。对啊，骂我的不是人，都是垃圾。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我不听。你站在我对立面，你说的话我不听，我不接收。又不是客观的，我凭什么听啊？带自己主观意识、带自己的立场去讲的，我就要听啊。你立场又不在我这，我听个锤子。我只听我自己粉丝的一些安慰我的话，或者是陪伴我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没有必要去管这些了。谢谢 Joanna 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菠萝之雪丸送的高级马卡龙。对呀，反正我无所谓，有什么直接说，我无所谓的。谢谢隐藏人才送的高级马卡龙，其他我就不管了，我也不想影响我自己工作很多很忙我光是专心我自己的工作我都忙不过来。我是不内耗啊，我嗓子哑也是因为我不内耗，真的，我嗓子哑也是因为不内耗。而且你知道我去哪嘶吼的？我去音乐录音室，然后没有人，然后呢我就关门隔音门嘶吼，我觉得这样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对，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像个乞丐一样，然后北哥，你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好多了。
吓死他，急坏了，北哥。对呀、北北自己也要碎了，他也很辛苦的在这个地方。谢谢大海蓝蓝的送的夜蝶。我上次很快就恢复好了，小问题，嘿。这叫创造条件，下一个原创之单你可以挑战。文心一那么低的声音唱 rap， 开玩笑的。我性格就是直接，我受不了那种拐弯抹角，所以我讲了，我在哪个地方我都难。我即便不在这种娱乐公司充满利益竞争的地方，我到外面的职场啊，好吧，也是利益竞争，我一样的，我这种性格，或者说我可能想要得到什么，但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我做不到，我只能够接受现实，接受现在这个样子，但我自己爽。我性格是这样，我不想为了生活改变。我现在去做这份工作，就是为了改变生活，而不是为了你们这个东西，然后改变我的性格，然后重新去生活。我本来就是怎么样的人，就是怎么样的人，不要改变我，也不要 CPU 我。我在电视剧里活不过3集，那我就享受好这3集，漂漂亮亮出现这3集，成为皇上的纯元皇后。哼，纯元在心里活得也久吧，漂亮啊，心里想。我是说，假设回到了那个穿越到了电视剧，古代电视剧啊。如果是偶像剧的话，谢谢真带黑洞送高级马卡龙，我就要做那个，我要当那个，汪东城演的那个恶作剧之吻的那个角色，因为他女朋友实在太漂亮。叫什么？你们看过吗？对，那个克里斯 Christine， 恶作剧不是一个时代的，为什么？真假的？哦，确实，那天握手11年的都有，很漂亮。我搞林依晨，我也有段时间疯狂迷恋她，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反差太吸引我了。就是她在剧里面是演，就是那个，很甜的那种傻白甜，演的很传神，但是戏外就是一个很有自己规划思想，很聪明又很踏实且很努力的女人，很强大，内心很强大的人。对，所以把我就是非常那个啥的。对，我喜欢这种，觉得好厉害啊！真假的弹幕，这我又不是说要换他的人生，对吧？我是觉得 respect 在他事业这方面的事情。何必好认真？那天温若琪去我房间，她说，我就反正讲了一句，我说我之前练跆拳道，说你练跆拳道啊，来踢2下看看。我说我忘得差不多，你要我踢，我房间现在也确实够大，我踢给你看。他说哇，你真会啊！我说你多多关心吧。对，然后他也讲过很帅的那种推法，于是我在房间里面给他表演了3到4种推法，他最后还贼拉过分的说：“那你会劈叉吗？”我说我会劈叉，你劈一个。我说要不你劈一个，我很痞这种痞可以吗？我受不了他，我真是服了他。表演节目呢，搁这点菜呢。不过我也经常这么整他了，说实话。展示一下，空间够大呢。
我学的是品势，然后就说他以为我跳舞是跳女团舞，然后呢没有想到我原来在打拳。我说是啊，你跳舞的时候我先练冲拳，知道发力点在哪，跳舞的时候就会很有力。就比如说踢腿，你从一开始踢就会难这样子踢，但如果说你到达一个位置，就这个地方崩，而不是从这里啪就会很累。你从这里开始踢就很累，但慢慢这一下发力就很帅。我就跟他讲，我跳舞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就说原来我平时在打拳，不是在跳舞。真会说话，高情商。对。对。哦，对，同时移动差不多吧。再开10分钟关了啊。谢谢池玉送的夜蝶。池玉是什么名字？很迟才遇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有迟不迟，是这个阶段，你是这个阶段他的一个，我觉得关系都是阶段的，只是你是这个阶段会陪伴在他身边的人。我拔河还是嘎嘎好的，我跟你讲，只要手不滑。谢谢回忆录起风了送的夜蝶。举铁以前确实去健身房的时候会举一会儿，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肌肉都小了很多了，我之前肌肉很大块。是因为如果说我是小麦肤色，我的肌肉会很好看，但我是白皮，就很像很壮的一头猪。西洋剑我没有学过，可能跟衣服有关。以前工业衣服没那么好看，你们自己去看第一人真的傻。888金刚葫芦啊，还有那个前4首那个无袖的那衣服真像金刚葫芦娃，所以说我那时候有肌肉是真不行。哎呦，我的腰好痛。可爱萌妹啊，是。多可爱！你们觉得可以？没有滤镜啊，我对自己没滤镜啊。但我今天确实还挺漂亮。谢谢张格安送的高级马卡龙。你名字叫张格安是吗？上下左右推着。你现在让我18闪，我跳那个什么上下左右，你开心吗？在这讲。像怎样还可以？我要真跳这首歌，你看吗？你开心吗？你笑得出来吗？放屁！谢谢妮妮奶奶的课送的夜蝶。愣神了一下。17号我还是不在哦。大家都已经补完了的位置，然后后面那个什么，老师跟我讲可以让王雨辰不跳那个，叫什么再见制服让我跳。我说我不做这种坏人，我也做不了这种坏人，每次都是这样让我没有办法，太难做了。我不在那天我旷工了，现在左右都不行，我旷工了，不在。谢谢布朗尼要加冰送的皇冠加冕。谢谢布朗尼宝。不加可乐。我想去走走。还是镜子里漂亮一点点。
出坑很多年的河粉，因为我想跳河。然后呢，再看几个妹妹。我因为郑丹妮又入河了，然后我现在来翻你。你要这样我伤心了 ，OK？ 我刚出道的时候就很多人说，因为我来喜欢上中泰，然后后面看着他们头像一个个换成了我的队友们。我说你咋知道我们这的？我说你呀。我说你咋知道我哪个？我是攻不是受。流量入口。谢谢米妮 U 零送的高级马卡龙，没开玩笑，我现在穿越到过去，我想给自己一脚，没开玩笑。我怎么会说是这样子的话？而且你知道我后面是怎么开始收敛的吗？这个事情真的很尴尬，但我已经觉得人生嘛，尴尬的事情多了去了，又不差这一件，又不多这一件也无所谓，不会改变什么，那我就说了。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公和受是什么意思，粉丝也很含糊，也不跟我讲说是什么意思。我一直都不知道公和是什么意思。我基本上我从出道了之后，几个 MC 我都在讲。后面我个电台活动，然后他们就说你是怎么被粉丝认识的？我说我是因为一个 MC 呀，被粉丝认识了。他说你是因为 MC 上说了什么？我说我是攻不是受。后来他说我们插播一个广告，然后呢，插播广告的时候就把麦拆下来说，妹妹，这是不能讲的。我说为什么不能讲？他说你知道攻和受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讲？我说就攻就很厉害，受就是没那么厉害吗？就很尴尬。后来我就是因为去出了一次外务，我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讲过。对，然后你知道吗？告诉我这个的人是某科，然后我回去问他公和受什么意思，他说不就厉害不厉害的意思吗？我不知道怎么讲，说实话，这我真不知道怎么讲，很雷人，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以为是厉害不厉害的意思，真的不知道。后来长大后我们才知道，对啊。你说话太有意思了。只要我现在的状态讲话就是这样。谢谢一元送007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一元007。不要叫0.5，再怎么样也是0.51，别太过分好吗？这是我最后的退1万步。然后谢谢 ZTTT， 真的太甜了，送的皇冠加冕，我还有3分钟我就要关了。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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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反弹反弹。谢谢 JX 这叉送的皇冠加冕，谢谢这叉。反弹无效，我将你的保护罩给撕破，再次反弹。我幼儿园的时候跟人吵过架，在幼儿园门口，然后那个门卫叔叔还劝过架，就是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以前他现在改名了，然后呢，我说反弹，他说反弹无效，我说拨开屏障反弹，他说反弹中弹，然后我说大光波反弹，然后两个人吵得很凶，然后两个人在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然后呢，我也忘记对方是谁了，反正我记得是个小男孩，然后我就跟他吵架，然后我就讲我的，他就讲他的，然后两个人都在哭，然后后来他耍赖坐在地上狂哭，然后就站在那里，然后全脸很红，然后鼻涕也流，眼泪也流，然后那个门卫叔叔就好啦好啦，丹妮没关系啦，好高兴啦，好啦好啦，不生气啦，对我小时候这样，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事情。对，
大乔那个样子有点像。我小时候好容易生气的。对啊，那个门卫叔叔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不吃都别吃。是小时候这样。我小时候还骂过现在未来的自己呢。我说，对对对，你是偶像呕吐的对象。然后我现在骂我未来的自己，我都服了。话不要说太早。对啊，以前不都这么骂人吗？对呀，很熟悉的梗。对，小时候时光我长大什么事儿？同一个时代。有那么好笑吗？不就经历的都差不多吗？谢谢 Lucy 仔仔送的高级马卡龙。对啊，小时候那种顺口溜大家应该也记得。你的头像皮球，有花有山有水有河流，不吃中国的白米饭。下句不。对，但逻辑上有点错。他说，对，算了。不知道吗？一脚踹到保护大楼，我没听过这个版本，我听就是有山有水有河流。我以前还有很无语的东西，那些顺口溜都没听过，但是应该大家都有上过那个小学1年级的第1篇课文吧？那个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柳绿花红莺歌燕舞，冰雪融化泉水叮咚，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真的吗？不记得吗？应该都有学过吧？00后肯定学过。不记得。对，第一课啊，就是小学1年级第一课。不同，对，确实不同教材。深圳教材。对，因为要背诵全文啊。我以前想着急回家，我就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柳花，别吵！冰冰无影什么9989899，你真的很烦，你闭嘴好吗？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柳花，冰冰无影什么998。老师，我要背诵了，我背诵。春回大地万物，老师，我再去看一眼，然后就这样子啊。小时候不都这样背书的吗？当时你自己一模一样，确实是如此。对，头好痒，要长出脑子。对啊，可以看一眼，看老师。对。现在背歌词不是，背歌词电瓶车背，就是我忘记了，然后就跟后面的人说：“你帮我查一下，不，下一句是什么？”然后就继续背，继续背。对，然后骑电瓶车的时候背，或者洗澡的时候背，比较有记忆。提词器。
没背完兜一圈有啊，我之前为了背那个橘红色的月牙，哎，我嗓子恢复了一点呢。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背，然后我从就是我从洛溪骑车到大石4.5公里来回溜，然后溜到车没电，真的，然后就把它背下来了。我成绩不咋地，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称呼呢？谢谢吃不吃自然的送的高级马卡龙。哎，我是不是该关直播了？就是学的会的东西学的比较多，就是我用心学的我都能记得很清楚。对，推拉一下，哇，好久没有推拉了，那推拉一会儿。我知道，也考试前，哆啦 A 梦记忆面包。哆啦 A 梦的记忆面包。是的。以前特别想有这个技能。我也觉得临时抱佛脚会比较还挺有用的。考试前把书放在枕头底下睡觉，吸取知识。我面试前还拜锦鲤呢，你们不知道。之前去面试，我跟北哥，我们的那个中心的那个喷泉池，就是那个什么喷泉池那个，我们2个跪在地上拜锦鲤，我们说拜托面试一定要过，拜托。然后面试过了，然后锦鲤，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风水不是很好，每一周那些锦鲤感觉都会出现一些生命上的问题。然后呢，那次拜完，就那个锦鲤活的还挺久的，活了一段时间。然后随着面试没过，然后随着金鱼挂了，面试过了，但是那个节目没放我们去，就是第一个明日之女啊。对，后来没让我们去，但面试过了，问了我很多问题。是所有人都没去那次，我记得。我还面试过了一个，也没有去。对，他们很看重我的嗓音。对，面试了一个节目，他们说我的嗓音特别好，讲了一句特别戏剧性的一句话，说：“你们老板放你来吗？”我说：“你想要，我就试着说服一下老板。”然后还有各种档期撞了，主要最后对。然后那一次的话，也是那一次面试，然后写了1台2台，就当然说，肯定要有原创曲。我说，哦，好吧，对，然后就有了 If I Were 跟 Nobody Does Me。其实 Nobody Does Me 先写出来的，那个时候只有4个人送机嘛，在上海是不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上海没什么蛋包饭，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每次都很不好意思，在北京也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北京粉丝多了，但是还是上海没有粉丝。然后那时候北京粉丝多了之后，北京的粉丝就每次来接我，记得一个男粉一个女粉，然后就给我送花，虽然送花有点对于我来说有点大，但就是不知道放哪儿，但是就是这份心意让我觉得很开心。对，就像他卡上写欢迎来北京，我希望你能够多多来，然后知道北京有很多粉丝在等你。然后现在在上海，就是我已经知道肯定会有我很喜欢的大家陪我。对，北京粉丝穿的比较商务一点。我手机没电了，关机了要。2%了，没电了，拜拜，晚安。